从小我就发现，我许什么愿，继妹就能得到双倍。她抢走了我的一切，连我亲妈都更疼她。直到那天，我决定反击，我要个26岁的男朋友。他隔天领回家一个52岁的秃头大叔，我要瘦10斤，他暴瘦20斤，进了ICU。继父跪在我面前哭，求求你别再许愿了。我乐了，我要每天熬夜6小时。继妹当场就疯了，手机屏幕弹出一行字：系统已激活，宿主可进行许愿，每日一次。我盯着这行字看了3秒，关掉屏幕，翻了个身继续睡。这种无聊的弹窗广告我见多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行字还在。不是弹窗，没有关闭按钮，没有跳转链接，就一行白底黑字悬在手机屏幕最顶端，像定在那儿的。我试着截图，截不到，试着给朋友拍照发过去，照片里那行字不存在。我放下手机，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，然后我打了4个字：我要100块。系统没反应，我又打：我许愿要100块。屏幕上那行字变了，许愿成功。我等了一整天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晚上回家，我妈把100块拍在桌上，给你的。买件衣服穿，别整天穿得跟要饭似的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没看我，在看手机。我拿起那100块，还没捂热，我妈又开口了：对了，你妹妹那件羽绒服我也买了，200的，她穿着好看。我手指捏着那张红票子，没动。200，我100，她200，我妈头都没抬。你别不高兴，她那件打折的本来300多。我没不高兴，我只是突然想起来一些事。7岁那年，我过生日，许愿要一个小熊娃娃。第2天，我妈带回来一个。同一天，继妹收到了2个，人家姑姑寄来的。我妈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9岁那年，我期末考了第1名，许愿要一双新的运动鞋。周末，我妈带我去商场，给我买了一双。结账的时候，继妹指着货架上另一双说好看，我妈看了眼价签，买了，又指着旁边那双说这个也行，我妈又买了2双，我1双，她2双。12岁，我许愿要一间自己的房间。那年我们搬了家，我分到了一间小卧室，继妹分到了主卧旁边的大房间，还多了个书房。她要上初中了，得有地方学习。继父说，我妈点头，我没说话。这些事单拿出来看，每一件都有道理。姑姑寄的，打折买的，学习需要的。但如果把它们排在一起呢？我要一个，她得2个；我要1份，她得2份。每一次不是巧合能解释的。我坐在床边，重新打开手机，那行字还在。系统已激活，宿主可进行许愿，每日一次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，这个系统是什么时候就在的？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每年生日吹蜡烛，我妈都让我许愿。我闭着眼睛，在心里认认真真说出那些愿望，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，每一个愿望继妹都得到了双倍。我从来没把这2件事联系在一起过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是我不够好，是我不够讨人喜欢，是继妹比我会说话，比我嘴甜，比我懂事。我妈更疼她，是因为她值得被疼，我不值得。现在我看着手机屏幕上这行字，忽然觉得这些年的委屈有了一个出口。不是我不够好，是规则就是这样。我要1份，他拿2份，这不是偏心，不是运气，是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在起作用。而现在这个东西告诉我，他听我的。我关掉手机，躺回床上，隔壁房间传来继妹的笑声，她在跟我妈视频，说新买的羽绒服特别暖和。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我终于知道怎么用了。我叫顾念，今年22。我妈叫周敏，在我6岁那年跟我爸离了婚，第2年嫁给了现在的继父孙建华。孙建华带着一个女儿，小我1岁，叫孙田。孙田这个名字取得好，他确实甜。刚搬到一起住那年，我7岁，他6岁。我不爱说话，他嘴巴跟抹了蜜一样，见我妈就喊妈妈，声音又软又脆。我妈吃这一套。你看看人家甜甜多懂事。我妈说这话的时候，手里正给孙田扎辫子。你就不能学学？我站在旁边没吭声。学什么呢？学叫一个陌生男人爸爸吗？我叫不出来。孙建华也不在意，他只在意孙田。那几年，家里的规矩慢慢成了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，不是明面上的偏心，是一种渗透。比如吃饭，我妈炖了排骨，孙田先夹，我后夹，不是谁规定的，是他手快。但如果我先夹了，孙田会放下筷子，低着头不说话，我妈就会看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太熟了，意思是你是姐姐，让着点。再比如衣服，换季的时候，我妈带我们去买衣服，孙田试了3件，每件都说好看，我妈全买了。轮到我试了1件，我妈看了眼价签说这个太贵了，换一件。孙田在旁边说姐姐，这件不好看，那件更适合你。他指的那件便宜1半，我妈立刻说还是甜甜有眼光。这种事太多了，
多到我分不清哪些是他故意的，哪些是我想多了。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我15岁生日那天，我妈订了一个蛋糕，不大，够4个人吃。吹蜡烛的时候，我妈说许个愿吧，我闭上眼睛想了想，在心里说我想要一部手机。那个年代班上同学很多都有手机了，我没有。第二天我妈给了我一部手机，不是新的，是她换下来的旧手机，凑合用。她说别拿去学校玩。我没说什么，收了。同一个星期，孙田拿着2部新手机回来了，一部是孙建华买的，一部是他说在学校抽奖抽到的，2部。我1部旧的，他2部新的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是觉得这就是我的命。但现在回头看，每一次许愿，每一次他得到双倍，15年一次不差。孙田知不知道这件事？我不确定，但我记得一个细节，每次我生日要吹蜡烛时，孙田都会凑过来问我，姐姐，你许了什么愿呀？我说不能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他就笑，笑得眼睛弯弯的。那下次告诉我嘛。下次，每一次他都问我。以前觉得他是好奇，现在我觉得他在确认。手机屏幕上的系统还亮着，今日许愿次数剩余1次。我没急着用，我得先验证一件事。我打开备忘录，列了一个表格，左边写我的愿望，右边留空，等着记录孙田得到的东西。第一行我写100元，右边我填上200元羽绒服，时间线对得上。我需要更多数据，我在系统里打了一行字，我许愿明天有人送我一束花，许愿成功。第二天中午，快递送来一束花，备注写着老顾客回馈，是我之前在网上买过花盆的那家店。我拍了照，晚上回家，客厅桌上摆着2束花，满天星和玫瑰，插在新花瓶里。我妈说甜甜公司同事送的，人缘真好。孙田靠在沙发上，对着那2束花拍照发朋友圈，抬头看见我，笑了一下。姐，你也收到花了，好巧。我看着他的笑，没说话。1束对2束，好巧。回到房间，我在备忘录第2行写下1束花2束花，数据够了。规则确认，我许愿得到 X， 孙田得到 X， 没有例外。我关掉备忘录，打开系统界面，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这些年他从我身上拿走的东西该还了，但不能急。他拿双倍好处拿了15年，早就习惯了，突然断了他会疯。可如果不是好处呢？如果我许的愿是坏事呢？我要坏事 X， 他得到坏事 2X。 我坐在床上开始想第一个愿望的够准够狠，还不能让人怀疑到我头上。我想了一整晚，天亮的时候我笑了。早上出门前，我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。22岁，没谈过恋爱，不是没人追，是没心思。家里那些事够我受的了，哪有精力想别的？孙田不一样，他18岁开始谈恋爱，换男朋友跟换衣服一样，每一任都比上一任条件好。我妈每次都说甜甜有眼光，我从来不接话。今天我要许第一个正式的愿，在那之前我得做一件事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故意提了一句，妈，我同学介绍了个男生给我，说要不要见见。我妈筷子顿了一下，什么条件？一般吧，26岁，在公司上班。我妈哼了一声26？你才22，找那么大的干嘛？孙田在旁边喝粥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说就见见，又不一定处。我妈说随你。这段对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在孙田面前提了26岁的男朋友这个信息。回到房间，我打开系统，深吸一口气，打字，我许愿拥有一个26岁的男朋友，许愿成功。我盯着这4个字，心跳得很快，不是紧张，是期待。26岁的双倍是52岁。下午，我同学真的给我介绍了个男生，微信聊了几句，约了周末见面。26岁，在一家公司做策划，照片看着还行。这是我的那份，孙田的那份呢？我等着。第2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进门就听见客厅有个陌生的男人声音，低沉，带着点油腻。我换了鞋走进去，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，秃顶，啤酒肚，穿着一件紧绷的 polo 衫，翘着2郎腿，手里端着我妈泡的茶。孙田坐在他旁边，脸色发白。我妈站在厨房门口，脸色更白。孙建华坐在餐桌旁，一言不发。那个男人看见我，咧嘴笑了一下。这就是姐姐吧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老周，甜甜的男朋友。老周，52岁。我差点没忍住笑。孙田的嘴唇在抖，他扯了一下老周的袖子。我跟你说了，你别乱讲。老周一脸无辜。怎么是乱讲呢？昨天不是你先加我微信的吗？你说喜欢成熟的男人，我这不就来了。孙田的脸从白变红，从红变青。我没有，
根本不认识你。老周掏出手机，翻出聊天记录，举到孙建华面前。您看看，这是不是您闺女的微信？孙建华看了一眼，手里的杯子砰一声放在桌上。孙田，你给我解释！孙田急了，声音都变了。爸，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有我微信的。他昨天突然加我，说了几句话就说要来家里见家长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没拉黑？孙建华问。孙田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我站在玄关，看着这一切。系统的规则比我想的还精准，不是简单的数字翻倍。我许愿要一个26岁的男朋友，得到的是一个正常的年龄匹配的男生。孙田得到双倍年龄的男人，而且是以一种他无法拒绝、无法解释的方式出现在他生活里，这才是双倍的意思。不只是数量翻倍，是后果翻倍。老周还在那儿坐着喝茶，一脸我是来见丈母娘的表情。我妈终于开口了：“这个人，甜甜，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在网上乱聊天了？”妈，孙田的眼眶红了。我真的没有。他看向我，眼神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，是求助。从小到大，每次他闯了祸，都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意思是姐姐帮我说句话。以前我会帮他，现在我看着他慢慢把手插进口袋。我先回房间了。我说你们聊。转身的时候，我听见孙田在身后喊姐。我没回头，关上房间门，我靠在门板上，深呼吸了3次。手机屏幕亮了，系统跳出一行字：宿主今日许愿次数已用，明日刷新。我看着这行字，嘴角往上翘了一下。明天许什么呢？隔壁传来孙田的哭声和孙建华的吼声。老周还在那儿说别激动别激动，咱们好好谈。我打开备忘录，在第3行写下26岁男友52岁秃头大叔，验证成功。下一个愿望我已经想好了。老周那天晚上11点才走。孙建华把他推出门的时候，老周还回头喊了一句：甜甜，我等你电话啊。门摔上了，整栋楼都在。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的动静，孙建华在骂孙田，我妈在拉架，孙田在哭，哭了大概40分钟，然后安静了。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出房间倒水，孙田坐在餐桌前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，看见我，他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我妈从厨房端出粥，放在孙田面前，摸了摸他的头。别想了，那个人是疯子，跟你没关系。孙田低头喝粥，喝了2口，突然放下勺子。妈，我觉得不对。我妈说什么不对？孙田看了我一眼，就一眼，很快又收回去了。没什么，他说我就是觉得太巧了。我端着水杯站在饮水机旁边，没动。我妈没听出来，继续唠叨那个老周是不是从哪个交友软件上找来的。但我听出来了，孙田在怀疑我，他没有证据，但他的直觉很准，从小就准。这个人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会演戏，是他聪明，他能在一堆巧合里闻出不对的味道。我得快一点。当天白天我正常上班，正常下班，晚上回家，客厅气氛不对。我妈坐在沙发上，脸沉着，孙建华坐在旁边，手里攥着遥控器没换台。孙田不在。顾念，你过来坐。我妈说。我放下包，坐到对面的椅子上。甜甜跟我说了件事。我妈顿了一下，她说昨天那个男的是你找人整他的。我没说话。她说你最近不对劲儿，总盯着他看，还在本子上记东西。我心里一紧，备忘录，我确实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那个表格，但我设了密码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我没有。我说，那你解释解释，昨天那个人怎么回事？我妈的声音提高了，那是孙田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所以她交了个50多岁的男朋友也是我的错。我妈愣了一下，孙建华开口了：顾念，你妈没说是你的错，就是问问，你别阴阳怪气的。我看着孙建华，这个人在这个家里住了15年，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不超过100句，每一句都是你妈没那个意思，你别多想，你是姐姐。我站起来，问完了吗？我回房间了。站住！我妈喊住我，我停下来，没转身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我妈说，甜甜说你变了。她说我变了。她说你看她的眼神不对。我转过身看着我妈，妈，从小到大，你问过我一次吗？问我开不开心，问我想不想要什么，你问过吗？我妈张了张嘴，你没问过，每次都是甜甜说什么你信什么。她说我变了你就来审我，15年了，一直这样。我没有审你，我就是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回到房间，锁上门，坐在床边，拿出手机，系统界面亮着，今日许愿次数剩余1次。孙田想把火引到我身上，让我妈来压我，跟小时候一模一样。他闯了祸，哭一场，告一状，我妈就站在他那边。以前我会忍，今天不忍了。
我打字，我许愿瘦10斤，许愿成功。我放下手机，关灯，睡觉。10斤的双倍是20斤。孙田100几斤的体重掉20斤，我想看看他还能不能站在我妈面前哭。效果比我预想的快。许愿后第3天，我站上体重秤，掉了4斤，正常速度。系统给我的瘦时间是匀速的，像正常减肥一样，不伤身体。孙田那边不一样。第3天晚上我回家，他没在客厅，我妈在厨房熬汤，看见我说：“你妹这2天胃口不好，你端碗汤去给她。”我端着汤去敲孙田的门，门开了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3天，他的脸颊凹下去了一块，锁骨凸出来，手腕上的骨头一根一根能数清。他靠在门框上，声音发虚：“放那儿吧。”我把汤放在他桌上，扫了一眼，桌上摆着3盒外卖，都没动。不吃东西？我问。吃不下。他说吃了就吐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的血丝很重。姐，我最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？去医院看看呗。我明天去。我点点头，出来了。关上门的时候，我听见他在里面干呕。第5天，我瘦了6斤，精神好，气色好，衣服穿着松了点。同事说我最近变好看了。孙田瘦了12斤，他去了医院，查了血，做了一堆检查，报告出来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各项指标正常，但他就是吃不下东西，吃了就吐，喝水都反胃，体重每天往下掉。第7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家里没人，打我妈电话没接，打了3个，第4个才通。我妈的声音是抖的：“你妹晕倒了，在医院，你赶紧过来。”我到医院的时候，孙田躺在急诊的床上，挂着点滴，脸上没有血色，颧骨撑着一层皮，眼窝深得像2个洞。我妈坐在床边，攥着孙田的手，眼圈红着。孙建华站在走廊里跟医生说话。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听见医生说：“体重骤降太快，有脱水和低血糖的迹象，目前查不出器质性病变，建议住院观察。”孙建华点头，转身看见我，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我没见过的东西，像是害怕。你来了。他说：“进去看看你妹。”我走进去，孙田睁着眼睛看见我，嘴唇动了动。姐，我瘦了好多，我害怕。他的声音细得像一根线。我控制不住，每天都在瘦，吃什么都没用。我站在床边看着他，这张脸我看了15年，从小到大，这张脸上挂着的永远是笑，对我妈笑，对孙建华笑，对外人笑，对我也笑。那种笑里有多少真的，我不知道。但现在这张脸上没有笑了，只有一个瘦脱了相的21岁女孩躺在医院的床上，说她害怕。我说我站了几秒钟，好好养着，医生会治的。我转身出去了。走廊里，孙建华叫住我：“顾念，等一下。”我停下来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：“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”他说。我看着他：“明天就咱俩。”他的眼神不对，不是平时那种不咸不淡的样子，是盯着我看，像在确认什么。行，我说明天。我转身往电梯走，手机震了一下，系统弹出提示：宿主当前许愿进度，瘦10斤已完成6斤，剩余4斤，双倍效应持续中，还在继续。孙田已经瘦了12斤，还有8斤要掉，20斤，100几斤的人掉20斤，不会死，但会很难受。我走出医院大门，外面在下雨，我站在雨里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打伞，雨落在脸上，凉的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不是你的错，15年了，他拿走的每一份双倍都是从你身上来的，你的玩具，你的鞋子，你的房间，你妈的偏心，全是他的双倍，现在只是反过来了而已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走向公交站。明天孙建华要跟我谈，他想说什么我大概猜到了，但我不怕。孙建华约我在家附近的一个早餐店，早上7点半，店里人不多，他坐在角落，面前放着2碗馄饨，1碗是我的。我坐下来，没动筷子，他也没动，沉默了大概1分钟，他先开口：“顾念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跟我说实话。你问。甜甜的事跟你有没有关系？”我看着他：“什么关系？”他突然瘦成那样，查不出病因，之前那个50多岁的男人也查不出来路，这些事儿都是最近发生的。他停了一下：“你最近是不是在搞什么？”我端起馄饨碗，喝了一口汤。叔，你觉得我一个普通上班族能搞什么？让一个人凭空瘦20斤，让一个52岁的男人凭空出现在他微信里？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，但我知道这些事儿在你身上没发生，在甜甜身上全发生了。巧合吧？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很重。顾念，甜甜是我闺女，她现在躺在医院里，你跟我说巧合？我放下碗。叔，我也是这个家的人，我在这个家住了15年，15年里，
你管过我几次？他没接话。孙田要什么你给什么，我要什么你看都不看一眼。我妈偏心他，你装没看见。他抢我东西，你说我是姐姐要让着。那是以前。以前的事就不算了。我的声音没提高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我15岁生日，我妈给我一部淘汰的旧手机，同一天孙田拿回来2部新的，你记不记得？他的嘴角抽了一下。我12岁搬家，我住最小的房间，他住大房间带书房。你说他要上初中了，需要学习，我那年也上初中，你记不记得？每一年，每一次，我得1份，他得2份。你和我妈觉得这是正常的。15年了，没有一个人问过我一句，顾念，你委不委屈？早餐店里有人在咳嗽，油烟机嗡嗡的响。孙建华低下头，2只手交叉放在桌上，指关节发白。我承认，他说以前确实对你关心不够，但顾念，那是大人的错，你不能拿甜甜的命来出气。我没拿他的命出气。那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。他抬起头，眼眶泛红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他看着我，像是在判断我说的是真是假。我面不改色。他判断不了，因为他从来没认真了解过我。他不知道我说谎是什么样，说真话是什么样。15年了，他对我一无所知。顾念，我求你，甜甜要是有个3长2短。叔，我打断他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跟我妈当年一模一样。他愣住了。孙田一哭，我妈就来训我；孙田一病，你就来求我。从头到尾，你们都觉得问题出在我身上。我站起来，你回去问问孙田，这些年他从我身上拿走了多少东西，问清楚了再来找我。我拿起包，转身走了。走出早餐店的时候，我的手在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气的。15年的委屈，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。但我不想在他面前哭，我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哭。回到家，我妈在客厅，她看见我，张了张嘴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没说。我走到她面前，站住了。妈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孙田的事是我干的？我妈避开我的眼神。我没那么说。你没说，但你信了。孙建华找我谈话，你知道吧？她不说话。妈，我问你一件事。她终于看向我。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她的嘴唇动了动。你是我闺女，那你为什么从来不站在我这边？她没回答。我点了点头。行，那你看好了。我转身进了房间，锁上门，打开手机，系统界面亮着，今日许愿次数剩余1次。我坐在床上想了很久。孙田躺在医院里，孙建华来求我，我妈还是不信我。没用，说什么都没用。这个家里嘴巴说不清的事，就让事实来说。我在系统里打字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停了3秒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敲下去。我许愿每天熬夜6小时，许愿成功。6小时的双倍，12小时，一天24小时。孙田要有12小时无法入睡，也就是说他每天最多只能睡12个小时。不对，熬夜6小时，意思是在该睡觉的时间里少睡6小时。如果正常睡眠8小时，我熬夜6小时，就是只睡2小时。孙田的双倍熬夜12小时，正常睡眠8小时，减去12小时，他没有觉可以睡，1秒都没有。我放下手机，靠在墙上，窗外的天暗下来了，隔壁房间空着，孙田还在医院。但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受。瘦20斤不会死，但一个人如果彻底不能睡觉……手机又震了一下，不是系统，是孙田发来的微信，只有4个字：姐，救救我！我盯着这4个字看了很久，没有回。孙田发来那条微信的第2天，他出院了，不是病好了，是他自己非要出院。我妈去接的他，回来的时候，孙田靠在我妈肩上，整个人像一张纸片，瘦脱相了，颧骨把皮肤顶起来，手臂上能看见青色的血管。但这不是最吓人的，最吓人的是他的眼睛，布满血丝，眼皮肿着，瞳孔涣散，像好几天没睡觉的人。事实上，他确实没睡。从我许愿那天晚上开始，他就没合过眼。我妈扶他坐到沙发上，在医院也睡不着，护士给了安眠药，吃了也没用。孙田窝在沙发角落里，拿毯子裹着自己，整个人在发抖，不是冷，是那种长时间不睡觉之后身体失控的抖。孙建华蹲在他面前，握着他的手。甜甜，爸在呢，你闭上眼试试。闭不上，一闭眼脑子就转，停不下来，全身的骨头都在响。爸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孙建华的声音在抖。我站在走廊里，看着客厅这一幕。我妈转头看见我，
眼神里的东西变了，不是之前那种你是不是干了什么的审视，是恐惧。顾念，你过来。我走过去，你妹这个样子，你看看她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妈，我说了，我不知道。我妈盯着我看了5秒钟，然后她转过头去，不再看我了。那天晚上，孙田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了一夜，没有睡着。我知道，因为我也没睡。我的许愿是熬夜6小时，也就是说，我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左右。凌晨4点，我终于有了困意，迷糊了一会儿，6点就醒了，精神不算好，但能撑。孙田撑不住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从沙发上坐起来的时候，眼睛是直的，盯着一个方向，不动，不眨眼。我妈叫他名字，叫了3声，甜甜，孙田，他才回过神。我问你要不要吃早饭？不要。他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往自己房间走，走到一半，膝盖一软，扶住了墙。孙建华冲过去扶他，甜甜，没事，腿麻了。他被扶进房间，门关上了。我坐在餐桌前吃早饭，白粥、咸菜，一个鸡蛋。吃到一半，孙建华从孙田房间出来了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我抬头看他，他的眼睛红得像兔子。顾念，我求你。他的膝盖弯了一下，我筷子停了，他真的跪下来了。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咚一声，2个膝盖砸在客厅的地砖上。求求你，别再搞了！我妈从厨房冲出来，建华，你干什么？我求他，甜甜快不行了，3天没合眼，再这样下去人要废了。他转头看我，脸上全是泪。顾念，我知道是你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，但我知道是你。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要钱，要房子，要我跟你道歉，都行。求你放过甜甜。客厅里安静了，我妈站在厨房门口，手里还端着一盘菜，整个人僵住了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孙建华。15年了，这个男人在这个家里从来不跪，他是一家之主，说什么是什么，他的女儿要什么有什么，他的妓女有什么算什么。现在他跪在我面前，因为他的女儿受了苦，我的苦他从来没看见过。叔，你起来。你先答应我。我答应不了你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顾念，你起来。我站起来，绕过他，走向门口。顾念，你站住！你到底……妈，你拦我干什么？你也觉得是我干的？孙田生病，查不出原因，就赖我。你们有证据吗？我妈说不出话。没有证据就别乱讲。我上班去了。我拉开门走了出去，身后传来孙建华的哭声，很大声。我走进电梯，按了1楼，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我靠在墙上，闭了一下眼。他跪了，我没有爽，我以为我会爽的，但看着他跪在那儿哭的样子，我心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不是同情，不是愧疚，不是快意，就是空的，像一个等了15年的人，终于等到了对方低头，却发现这个低头毫无意义，因为他不是为我跪的，他是为孙田跪的。就算跪在我面前，他心里装的还是孙田，从来不是我。电梯到了1楼，门开了，我走出去，走进阳光里，手机响了，是孙田的微信，不是文字，是一条语音。姐，我知道是你，我从小就知道。我站在小区门口，把那条语音又听了一遍。姐，我知道是你，我从小就知道。风灌进耳朵里，他的声音断断续续，但每个字都听得清。我没有回复，把手机揣进口袋，去上班了。一整天我都在想那句话，我从小就知道。他知道什么？知道我在许愿，知道他拿的是双倍，还是知道这一切的源头？下班后我没直接回家，在公司楼下坐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我给孙田发了一条微信，回来了，你要聊就来我房间。到家的时候，客厅没人，我妈和孙建华不知道去哪了。孙田的房间门开着一条缝，灯亮着，我换了鞋，走进自己房间，没关门。过了大概5分钟，门口响了2下，孙田扶着门框站在那儿。3天没睡觉的人站都站不稳，他靠着门框，像一根随时要折断的树枝。进来吧。他走进来，坐到我床边的椅子上，我坐在床上，跟他面对面。他的嘴唇干裂，脱了好几层皮，眼底的黑青蔓延到颧骨。说吧。我说，你从小就知道什么？他低着头，手指绞着睡衣的下摆。你每次许愿，我都能得到双倍。我没说话。我6岁就发现了，你生日许愿要芭比娃娃，第2天你得了1个，我得了2个。我当时不懂，以为是巧合。他停了一下，咽了口口水，嗓子里发出干涩的声音。后来你每次许愿，
我都在旁边看着，你许什么我就等着，每一次我都能拿到你的2倍。所以你每次生日都问我许了什么愿，不是好奇，是确认。对，你怕我许的东西你不想要。他没否认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问。他抬起头看着我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。告诉你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你许愿我拿双倍，然后呢？你不许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盯着他。你怕我不许了？对。所以你一直装不知道？对。所以你故意在我面前表现的什么都有，让我妈觉得你运气好，人缘好。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从我的愿望里来的。他没说话。孙田，你从6岁开始就在利用我。他的手指停了。不是利用。那是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，沉默了很久。姐，我那时候才6岁，我只知道你许愿我就能得到好东西，我不懂这意味着什么。等我长大了，懂了，已经停不下来了。停不下来？你每年都在许愿，生日许，过年许，考试前也许，你许的都是好事，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拿到双倍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不劳而获，而且是双倍，我戒不掉。我看着他，这张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甜笑，只有一个被剥掉伪装的人，疲惫的，狼狈的，说着他藏15年的话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说，每次你拿双倍的时候，我妈就会多偏心你一点，因为你总是过得比我好，她觉得你有本事，我没用。孙田的眼睛红了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但你没停。没有，你甚至引导过我许愿。他整个人顿住了，对不对？我说，有几次我本来不想许愿，是你提的。你说姐，你最近不是想要那个吗？许个愿试试呗。他的手开始抖。17岁那年，我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是你先提的。你说你同学有一台特好用，问我要不要，我说想要，但太贵了。你说那你许个愿呗，万一呢？他不说话了。我许了，我妈给我买了一台2手的。你呢？你爸给你买了2台新的，一台放家里，一台带去学校。姐，你从头到尾都知道，你不光知道，你还在推着我许愿，好让你拿更多。泪从他的眼眶里滑下来。对，就一个字。他没有辩解，没有哭诉，没有装可怜，就那一个字。我坐在床上看着他哭。以前看他哭我会心软，现在不会了。你今天跟我说这些，是因为你想让我停下来。他点头。你觉得你坦白了，我就会心软。他没说话。孙田，你想多了。他猛地抬头。你利用了我15年，15年的双倍，我妈的偏心，我受的委屈，我在这个家里像个外人一样活着，全是因为你。我不是故意。你说了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戒不掉，你自己说的。他哑了。我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拉开门。你出去吧，今天的话我听完了。他坐在椅子上没动，眼泪一直在流。姐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停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想好。他撑着椅子站起来，摇摇晃晃走到门口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姐，有件事我没说。什么？这个双倍不是从你身上来的？我愣了。你许愿得到的东西不会因为我拿了双倍就变少。你的1份是你的，我的2份是凭空多出来的。他扶着门框回头看我。所以你不是在还债，你是在报复。他走了。我站在门口愣了很久，然后我拿出手机，打开系统，界面上多了一行字，是之前没有的。隐藏功能已解锁，是否查看？我盯着那行字看了10秒钟，点了是，屏幕上弹出一大段文字。系统说明补充：1. 许愿机制，宿主许愿后获得对应结果，与宿主存在法定亲属关系的同辈成员将自动获得双倍效应。2. 双倍效应来源，非宿主资源分割，系双倍效应独立生成。3. 隐藏功能，溯源，双倍效应的绑定对象并非随机，当前绑定对象孙田，绑定原因，孙田于2009年7月14日触发初始许愿，姐姐有的东西我也要，我要比她多。4. 溯源许愿为被动触发，触发者年龄6岁，不具备主观恶意判定，但许愿内容已写入系统底层，无法由触发者单方面撤销。5. 解除条件，宿主主动许愿解除绑定，双倍效应永久终止，终止后此前所有双倍效应生成的资源将同步消失。我把这段话读了3遍，一个字一个字。2009年7月14日，那年我7岁，孙田6岁。孙建华刚搬进我们家，我和孙田第一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7月14日，我想了一会儿，那是我的生日。我7岁生日那天，许愿要一个芭比娃娃。同一天，6岁的孙田说了一句话：
姐姐有的东西我也要，我要比她多。他不是在许愿，他只是一个6岁小孩，说了一句6岁小孩会说的话，但系统把这句话当成了许愿，写入了底层。从那天起，我每次许愿，他自动获得双倍。15年，不是他主动设计的，是一个6岁小孩的一句话被某种规则捕获了。我放下手机，坐在床上，脑子里很乱。孙田刚才说的话在耳边转。你不是在还债，你是在报复。他说的对吗？双倍效应是独立生成的，我的一份不会因为他拿了双倍就变少。也就是说，这15年里，我妈给我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该得的那一份，没有被孙田抢走。但我妈的偏心是真的。我妈看见孙田什么都有，就觉得他有本事；看见我什么都少，就觉得我不争气。这不是双倍效应造成的，这是我妈自己的选择。系统给了孙田双倍的东西，但没有强迫我妈偏心。我妈偏心是因为她本来就更喜欢那个嘴甜的、乖巧的、什么都有的女儿，跟系统无关，跟孙田的双倍也无关，是我妈自己的问题。我坐在那儿，盯着墙上的一个钉子孔，想了很久。那我这些天做的事算什么？我许愿要男朋友，孙田被配了个52岁的秃头；我许愿瘦10斤，孙田暴瘦20斤进了医院；我许愿熬夜6小时，孙田3天没合眼。这些事是我主动做的。我知道双倍效应的存在，我知道我许什么，他就承受双倍。我选择了那些愿望。孙田6岁那年说了一句：“我要比姐姐多”，是无意的。我22岁许下那些愿望，是故意的。谁的恶意更大？我闭上眼睛，不想了。手机又震了，系统弹出新消息，提示：当前绑定对象孙田，生理指标持续恶化，体重低于安全线，连续无睡眠时长已超过72小时。若继续维持当前许愿效应，绑定对象存在不可逆损伤风险。是否提前终止熬夜6小时许愿效应？终止将消耗1次每日许愿机会。我看着这条提示，不可逆损伤，意思是再不停，孙田可能真的会出事。我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点是还是否？手机又震了一下，微信消息，我妈发来的。顾念，甜甜又晕倒了，你爸送她去医院了，你在哪？我盯着那个你爸，我妈从来没让我叫孙建华爸，这是她第一次在微信里用这个称呼。她急了，急到忘了措辞。我退出微信，回到系统界面，是否提前终止熬夜6小时许愿效应？我点了是。许愿效应已终止，今日许愿次数已用。我放下手机，不是心软，是我不想让事情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我要的不是孙田的命，我要的是一个交代。从我妈那里，从孙建华那里，从这个家里，15年的账不是靠许愿能算清的。系统能给我双倍的武器，但给不了我一句真心的道歉。我拿起外套，出门往医院走。路上我打开系统，看了一眼那个隐藏功能的最后一条，解除条件，宿主主动许愿解除绑定，终止后。此前所有双倍效应生成的资源将同步消失。所有双倍效应生成的资源，孙田这15年凭空多出来的那些东西，多出来的玩具、手机、衣服、零花钱、人脉、运气，全部消失。那会是什么场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在我许这个愿之前，有些事必须先解决。我要我妈亲口告诉我，这15年她为什么偏心，不是因为双倍，不是因为系统，是她自己的原因。我要听她说出来。医院到了。急诊大厅的灯白得刺眼，孙建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2只手插在头发里。我妈站在病房门口，看见我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顾念，妈，孙田不会有事了。她愣住，但我有话要跟你说，就今天，就现在。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，有人推着轮椅经过，轮子在地砖上碾出吱呀的声响。我妈站在病房门口，眼泪挂在脸上，没擦。你要说什么？她问。找个地方坐。我们走到走廊尽头的一排塑料椅子前，孙建华还在病房门口守着，没跟过来。我和我妈并排坐下，中间隔了一个座位。他先开口：甜甜的情况，他会好的，我说了，不会有事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哆嗦了一下，没追问。走廊的白灯打在他脸上，每一条皱纹都清清楚楚。他今年47，看着像50多，头发白了一片，藏在染过的黑色底下。发根露出来了，这是我妈，生我的人。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回答我。你问，你为什么偏心孙田？他的身体僵了一下。我没有。妈，我的声音不大，但他闭嘴了。15年了，从我7岁开始你就偏心他，买东西先紧着他，有好的先给他，他哭你就心疼，我哭你就嫌烦，他犯错你帮他兜，我犯事你罚我。
我没有偏心，我对你们一视同仁。妈，你今天要是还说这句话，我转身就走。他不说话了。走廊里一个护士推着药车经过，轮子咣当咣当响。我等药车走远了才继续。我不需要你承认你偏心了多少，我只需要你告诉我为什么。他低下头，两只手搅在一起，指甲掐进掌心。是因为孙田嘴甜，因为他会哄你，因为他叫你妈叫的比我亲。他摇头。那是为什么？他不说话。妈，你再不说，我就当你这辈子都不打算说了。他的肩膀开始抖，很轻，但我看得见。是因为你爸。他的声音很小，小到我差点没听清。什么？是因为你爸。他抬起头。你长得像他，你说话的语气像他，你看我的眼神像他，你越长大越像。我愣住了。我跟你爸离婚的时候是我提的，他不想离，他求了我很久，我没答应。离婚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。建华，我跟建华在你爸之前就认识，后来的事你长大了应该能想明白。我的脑子里嗡了一下。你是说你跟孙建华？你爸发现了，他没闹没吵，就跟我提了离婚。他什么都没要，只要你的探视权。后来他去了外地，慢慢就断了联系。我心里有愧，对你爸有愧，但我没办法跟你说这些，你那时候才6岁，我只能把这个愧疚压着。可是你天天在我眼前，你的脸，你的眼睛，你皱眉的样子，全是他。我看见你就想起来我做过的事，我心里难受，我就不敢对你好了，就更觉得对不起你爸。走廊安静了。甜甜不一样，甜甜是建华的女儿，我对甜甜好，就觉得自己在弥补建华；我对你好，就觉得自己在骗你爸。他的哭声压在喉咙里，闷闷的，像被堵住了。顾念，不是你不好，从来不是你不好，是我没脸对你好。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走廊的灯在头顶嗡嗡响。15年，我以为是我不够好，不够讨喜，不够乖巧，不够甜。我以为是孙田比我强，所以我妈更喜欢他。不是，是我妈心里有一根刺，那根刺叫愧疚。她不是不爱我，她是不敢爱我，因为每次看见我，就想起她背叛过的那个人。我的眼眶烫了一下，我忍住了。你知不知道？我说，你这15年把我逼成了什么样？她哭得更厉害了。我在这个家里活得像个外人，吃饭要让着，穿衣要挑便宜的，连过生日都是走个形式。你给孙田扎辫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女儿站在旁边看着？我想过。你想过，但你什么都没做。我站起来。妈，我不恨你。她猛地抬头。但你欠我一个道歉，不是现在这种哭着说的，是你想清楚了，认认真真跟我说的。她张着嘴，泪流满面，点了点头。我转身往病房走，走了2步，停下来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孙田身上的那些事今晚会结束，但结束之后有些东西会变，你做好准备。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我没解释。走到病房门口，孙建华还坐在那儿。他看见我，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孙田一会儿会好起来，但我要做一件事，做完之后他会失去一些东西。”他皱眉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你进去陪他吧。我没再说了。我走到急诊大厅的角落，找了个没人的座位坐下来，掏出手机，系统界面亮着，今日许愿次数已刷新，剩余1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字，一个字一个字。我许愿解除绑定，手指按下发送的那一瞬间，屏幕闪了一下，不是普通的闪，是整个屏幕白了1秒，像被灼烧过。然后系统弹出一行字：许愿确认，解除与孙田的双倍效应绑定。解除后，所有因双倍效应独立生成的资源将同步消失，此操作不可逆。是否确认？我点了确认，屏幕再次闪白，这次时间更长，大概3秒，然后一切恢复正常。系统界面上只剩一行字：绑定已解除，双倍效应永久终止。我盯着这行字，把手机放进口袋，站起来往病房走。刚走到走廊拐角，就听见孙田的声音，不是哭声，不是喊声，是笑。他在笑。我加快脚步走到病房门口，孙田坐在病床上，眼睛是闭着的，他睡着了，嘴角微微翘着，像是做了个好梦。孙建华站在床边，整个人呆住了。他睡着了，他突然就闭眼了，一下子就睡着了。我点头，他会好的，让他睡吧。孙建华看着我的眼神变了，不是之前的害怕，不是愤怒，也不是感激，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顾念，你到底……叔，你别问了，结束了。我转身走出病房，我妈站在走廊里，靠着墙，眼睛还是红的。她睡着了，没事了。我妈点头，
没说话。我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。妈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在这儿陪着吧。我走了，出了医院，外面的空气凉飕飕的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走在路上，手机一直在震，不是系统，是各种消息，我没看。到家之后，我打开孙田的房间门，他的房间跟我上次看到的不一样了。书桌上那2台笔记本电脑少了1台，只剩1台旧的，不是他的，是我之前用过的那个型号。衣柜打开，里面的衣服少了一大半，那些牌子货、限量款全不见了，剩下的都是普通的基础的款式。梳妆台上的护肤品少了2/3，床头柜上摆着的2部手机只剩1部，还是旧款。所有双倍效应生成的东西消失了，不是被拿走了，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，干干净净。我关上他的房间门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坐在床上环顾四周。我的房间没有变化，该有的都在，不该有的也没多出来，因为我的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从来没有被分走过。系统说的对，双倍效应是独立生成的，不影响我的那一份，但它影响了我妈的心。我妈看见孙田什么都有，就觉得他出息；看见我什么都普通，就觉得我平庸。现在孙田的那些多出来的东西没了，我妈会怎么看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猜了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顾念，甜甜醒了，她说她衣柜里的东西少了好多，问是不是被偷了。没被偷。那怎么回事？妈，那些东西本来就不该存在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你好好陪她，回来再说。我挂了电话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累了，不是身体累，是脑子累。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从系统激活到发现规则，到反击，到孙田坦白，到我妈说出真相。15年的东西几天之内全翻出来了，像一栋老房子被拆了，地基底下全是裂缝。第2天孙田出院了，这次是真的好了，能吃东西了，能睡觉了，体重还是轻，但在慢慢恢复。他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站在自己房间门口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关上门没有出来。孙建华敲了3次门，他都说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晚饭的时候4个人坐在餐桌前，很久没有这样了。我妈做了4个菜，比平时多1个，没人说话，筷子碰碗的声音，咀嚼的声音，空调运转的声音。孙田吃了小半碗饭，放下筷子。姐，我抬头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我没否认，我解除了那个东西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所以那些东西都没了。那些多出来的全没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也好，我没想到他会说这2个字。本来就不是我的，拿了15年也该还了。孙建华放下筷子，看着孙田，嘴唇动了动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我妈低着头，眼圈又红了。妈，你别哭了。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。我没哭。你从昨天哭到现在了。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居然笑了，很小的笑，嘴角动了一下就收回去了。但我看见了，那顿饭吃了很久，吃完之后，孙建华收拾碗筷，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主动收拾碗筷。孙田回房间了，我妈坐在沙发上，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我坐过去，没有隔一个座位。她伸出手，握住了我的手，手心是湿的。顾念，对不起。3个字，不是哭着说的，不是在医院走廊里崩溃着说的，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握着我的手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说的。这15年是妈的错，不是你不好，是妈不敢对你好，妈对不起你。我的鼻子酸了，这次没忍住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他伸手抱住了我，15年了，他没有这样抱过我。我把脸埋在他肩膀上，哭得像个7岁的小孩。孙建华是1周后搬走的，不是被赶走的，是他自己提的。那天晚上，他跟我妈在房间里谈了很久，我在自己屋里听不清内容，只听见我妈的声音偶尔高一下，又压下去。第2天早上，孙建华拎着2个行李箱站在门口，孙田站在他旁边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包很瘪。他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了，双倍效应消失后，他房间里大半东西都没了，剩下的1个包就装完了。我妈站在玄关，没哭。建华，这些年……别说了。孙建华打断他，该说的昨晚说完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15年来，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看我，不是那种余光扫一下的看，是正面的，对视的。顾念，叔对不起你，以前的事儿，叔没法补了。以后你有什么需要，给叔打电话。我点了一下头，他转身拉开门，孙田跟在后面，走到门口停了一下，他回头看我，瘦过之后的脸还没完全恢复，颧骨还是有点凸，但眼睛比前几天好多了，不再是那种血丝密布的样子。姐，谢谢你解除了那个东西。
不用谢。他站了2秒，像是在想要不要再说点什么，然后他说：“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不是因为这次的事，是很早很早以前就想说了。那你为什么没说？因为我怕说了你就不许愿了。”他笑了一下，那些东西就没了，是一种很淡的、有点苦的笑。我太贪了，从6岁贪到现在。我看着他，现在不贪了？不贪了，没得贪了。他往外走了一步，又停下来。姐，以后我可以来看你吗？我没有立刻回答，想了几秒。你来了，我不赶你就行。他的眼眶红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跟着孙建华走了。门关上了，家里一下子安静了。我妈站在玄关站了很久。妈，进来吧。她转过身，看了看空荡荡的客厅。这房子突然好大，2个人住够了。她走到沙发前坐下来，拍了拍旁边，我坐过去。顾念，以后妈好好对你。行，你想吃什么？妈给你做。随便。不许说随便，你从小就说随便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吃什么。我想了想，红烧排骨。她愣了一下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。后来你每次做酸甜鲜夹，我就不吃了。她的眼眶又红了。我去买排骨。她站起来就往门口走。妈，超市还没开门呢。那我等着，8点去。她又坐回来了。我们2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谁都没说话。客厅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茶几上。茶几上以前摆着孙田的那些花瓶和摆件，现在全没了，只剩一个白色的陶瓷杯子，是我的。这杯子你用了好几年了。我给你买个新的。不用，这个挺好。他点点头，没再说了。8点整，他拿起钱包出了门。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掏出手机，系统界面还在，但上面的字变了。所有许愿效应已结算完毕，系统将于24小时后关闭。感谢宿主使用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最终提示，双倍效应已永久解除，宿主后续许愿将不再产生任何关联效应，但系统关闭前，宿主仍有最后一次许愿机会。最后一次。我看着这行字，想了很久，要许什么呢？100万、1套房、1份好工作都可以。系统说了，解除绑定后不再有双倍效应，我许什么就是什么，不会连累任何人。我坐在沙发上，阳光晒在脸上，暖的。想了大概10分钟，然后我打了一行字：我许愿我妈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。许愿成功。屏幕上的字慢慢淡了，系统界面开始变透明，消失之前，最底部浮出一行极小的字。我凑近了看，系统备注：宿主顾念，22年来的第一个愿望，与弟最后一个愿望，均与自身利益无关。系统评价：合格。然后屏幕恢复了正常，系统消失了，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靠在沙发背上，闭上眼睛，阳光落在眼皮上，红彤彤的。门响了，我妈拎着一袋排骨回来了。买到了，老板说今天的排骨新鲜。她一边说一边往厨房走，路过我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。怎么闭着眼困了？没有，晒太阳呢。别晒了，帮我择菜。我睁开眼，站起来，走进厨房。怎么闭着眼困了？我妈把排骨泡在水里。你择葱，我切姜。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响，油烟机还没开，窗户透进来一股风。我妈站在我旁边，拿刀拍姜。顾念，以后的生日蛋糕，你想要什么口味的？我手里的葱停了一下，草莓的。行，草莓的。她没再说话，我也没再说话。厨房里只有切菜的声音、水流的声音和窗外隐隐约约的鸟叫声。排骨在锅里炖着，整间屋子都是香的。